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去确定一下有没有声音啊？有声音，OK。然后今天我们要接近立春了哈，下一周啊，我们就是要立春了，应该下一周吧？我没有看错吧？偷偷看一下，别搞错了哦。我们2月4号是立春嘛？哦，这下一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那就是已经是岁次甲辰年了。这老师这2天很烦恼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到底是应该下周三更新一个比较常规的单元节目呢，还是要先更新奇门遁甲？我们新春的时候要往哪个方向走还好呢？还是要去讲一些这个点灯的意义跟它的模式在哪里呢？因为过年嘛，很多人都去点灯，你不一定点老师这里，你可以去其他庙里去点都可以。那点灯点的是为什么？那老师也想着讲讲这个话题，所以说啊，这2天恍恍惚惚之间，这个假期就跑掉了。为什么现在有假期呢？因为金玲老师，他跑去上海了，今天他跑去昆山，对不对？他去游山玩水了，所以是说，我就恍恍惚惚的，没有人找我，不是没有人需要，这样讲哦，不太对，反正他去游山玩水了。哦，我就想这个事情啊，讲的就是想不出来我下礼拜更新什么。好，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跟老师建议一下。好，那我们还是一下，我们今天要进入的直播哈，这我还是想一下哈，那到底要更新什么？好，那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哈，有个朋友他一直问我说，老师你后面那只狗好可爱啊，这只狗是这个抽奖得到的。其实各位要专业到一件事情，那个狗啊是小事情，我告诉你，这狗是小事情，它下面做了一个东西才是大事情，好吗？老师那个关于八字的毕生绝学啊，我都写在这里了。哦，就写在那里了，大概几百页吧，都毕生绝学就写在这里地方了。那这个都是老师的大笔记啊，八字的大笔记，学会这个开什么玩笑？哦，你把它背会，你比我还强，为什么？因为我会忘记。你把它背会的话，你就比我还强，好吗？哦，这些很冷啊，大家，其实这几天回温了啦，好，这几天就回温了，好，大家好，气很好哈。好，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哈。现在我们看到，在好像1月18号10天前呢、有朋友问老师说啊，这个英国国防部长啊发布了一个宣战的视频，他号称了什么呢？号称了和平时代已经结束，英国军队将引领全世界来打一场类似刚刚讲圣战，好像不太合他们的口条，但是意思就是说，他在重振一下他们的一个英国无敌舰队，或是他们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帝国的力量。但这个消息啊，其实虽然公布出来啊，但是呢，因为在整个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人把它当一回事。都要注意到，英国它是有核弹的，就他也特别在演讲里面讲出他们的一个核能力啊，他们是要把它强化，军队也要去强化。但是这个发言是为了什么呢？老师为什么老师上周都没有去讲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因为啊，英国本身的内忧外患实在太高了。啊，你本身你已经没有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她的一个威信，所以她现在过去的一些反属婆啊，应该算是什么？那个大英帝国那个国协啊，很多东西都已经松动了。那包含了苏格兰这个事情啊，也会让英国整体的状况很大的改变之外，那个脱欧的问题啊，也让英国整个实力啊大幅的下降。很多朋友，尤其是亚洲的朋友啊，其实比较在中国的朋友，还有台湾朋友也是有。还有香港的朋友也是有，他们对英国还是有一些很好很好的幻想，认为是说啊，只要能够去英国啊，肯定比在亚洲来的好。哦，这个没有什么不对。比如说，还有一些马来西亚朋友或新加坡的朋友，他们觉得去英国可能是比较好的事情，觉得会比他们在自己的母国来的好。就英国发展了，然后英国当做跳板了，你可以再往欧洲去发展。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很常看我们的直播大宅问，因为英国它已经脱欧了哈，英国的这个护照已经不能生根到你整个欧洲去，你还要另外申请这个欧盟国家的一些签证。再来就是呢，英国它本身经济现在已经是危如累卵了哦，非常的危急。所以是说呢，他虽然做出这样的发言啊，在整个世界上并没办法掀起太大的一个波澜，主要是他们自己连修他们自己航空母舰的钱都不够了哦，修他们自己航空母舰的钱都不够了。你说在这样子的乱世已经要打响这个乱世，整个风声都已经传出来了，世界行将大乱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说我要开始怎么样率领世界打一场伟大的战争啊，把世界的整个这个秩序去恢复的这种豪言壮语啊，基本上不是说美国有没有去挺他了，然后连欧洲附近的小国也对他的这些讲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愿。但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不代表的是说英国他想打战争，那他的含义是这个世界他已经要大乱，
只是大家是认为英国你没有这个实力，再去像过去在一战时、在二战时期那个时候，你还有点话语权，而实际上英国在二战它的能够发挥的力量也是极其有限哈，大家在一直打消耗战，而且包含他们的整个的战略啊，这错误率还是蛮高的。虽然他们有做出了，比如说他们做出了这些解密城市啊，或者是他们的军情啊，都给二战造成很大很大的贡献，但实际上武力打到最后啊，基本上都打光了，也就没有了啊，也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你说要恢复啊，你只能从经济的角度，那英国可以从经济角度跟金融的角度。那来去对世界造成影响，但是如果是说你的国防部长说他们要以军事来造成世界的影响啊，基本上挺他人不多之外啊，反感的人也会很多。为什么？因为过去英国的殖民地啊，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多的。而同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比较少听过美国殖民地。为什么？美国不搞殖民地，他直接把你占领了，然后选出一个傀儡政府，然后呢，他就撤军回去了。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春秋战国时期的打法，对，胜而不取啊，这是美国过去的打法。这个东西造成的是说，你美国到现在越打越弱。所以说，当时我们看到了这个2、3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啊，很多国家你就是越打越弱，本来你是霸主的，对不对？春秋五霸，然后打到后面打到你没力了，越你无战不语，到最后呢，你就连维持自身国家的安定都有一些困难，也包含周天子自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世界的已经要开始行将混乱了，各位你一定要去注意。但是呢，英国本身啊，它已经在起不能，它只要不在这一次即将迎来的世界大乱里面啊，被整个削弱到它只剩下英国的本岛之外，那就算是好运了，好了就好，就算是好运了。而在这个世界大乱的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比如说就在乌俄之战呢、那拜登幕僚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继续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因为他们这冬天很难过，你春天其实也不远，因为我们节气都要立春了。虽然他们的春天来的会比较慢一点，可能你到3、4月以后，他们才能是说，这个气候已经温暖了，那我们开始做一些农业，或是开始一些部署，比较不会受到寒害，就是那个气温啊比较能够控制。但是呢，如果你不继续支援的这个乌克兰的话，在拜登的幕僚跟拜登去行将建议说，你不再去援助乌克兰的话，那么欧盟它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一个团体，他们也会撤走到对乌克兰进行200亿美元的这一些的援助。那么如果美国不援助了，欧洲又撤走，那么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那你乌克兰怎么打？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没钱的时候呢，那就变得厉鬼缠身，那很多事情就反作用力过去，那乌克兰不战就会自乱。但是实际上，你这个整个美国它是没钱也没兵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他现在的乌克兰的战场上，他们组起了一个23个国家的炮兵联盟，要去填补美国停滞去援助的一个真空。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杂牌兵一旦形成之后啊，它的整个的力量是反而是下降的，因为你的统一跟调度啊是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人去做领导。所以说，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呢、项羽为什么他可以用6万人的军队打败刘邦，好像是50万人的军队？为什么？因为刘邦率领的这50多万人的军队啊，是六国的一些遗老遗少，他们所派兵过来组成一个怎么样抗楚霸王的联军。但是呢，这个项羽他是一个人主掌了整个楚国大军，他是西楚霸王的军队，所以他仅仅用6万的这个虎狼之师啊，就已经可以把刘邦所率领的50万大军啊，打的是抱头鼠窜、土崩瓦解。那刘邦整个也是又在逃到不知道西边去了。所以说，整个在战场上面啊，你的领导统御必须要有个强而有力的人，我们才能够说，你这个战争啊可以打得比较好。所以现在在整个世界上的战场上面，你要说真的可以领导统一，而且比较稳定的，那无非就是3个国家。第一个，俄罗斯，俄罗斯的这个军政体系啊是完整划一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虽然是说他们总统每4年换一次，但是他们的军队啊，基本上的效忠美国这个精神是很强的，所以说呢，他们所有的步调、所有的国家一切啊都是比较稳定的状况，在军事层面上是比较稳定的。那第3个当然就是中国了，因为中国他们的没有选举的问题，你知道吗？没有什么真实的选举的问题。当然你说他们的人大去选举他们的一个总书记啊，这个也是一个过场，因为在选之前就已经决定的事情，那个只是一个场面性的问题。他们选举是在内部选举，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民代表大会里面去
做选举的，其实他不是外面的百姓可以去选他的。那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老师还是认为啊，直接民主对于整个国家绝对没有好事啊，直接民主绝对没有好事。就像我们这次台湾的选举，你就很奇怪啊，你选了一个弱势的总统，然后国会去给了在野党。那这个事情已经注定台湾未来4年你是很难发展的。为什么？因为你政令跟国会是没有办法统一的。虽然过去8年的政府跟国会很统一在那个清算在野党为主，但实际上以前都那么惨，那你现在如果军政都不，你整个领导统一的体系都不一样了，那你军队肯定也是离心离德。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在选完之后啊，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包含了对两岸之间的问题啊，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苗头出来。这是我们最后有时间去讲。所以说，我们发现在这件事情之后啊，你整个在乌克兰的战场就变得比较混乱一点。为什么混乱呢？也包含了泽连斯基，他现在也比较着急，他现在开始解职了他一些比较亲近的高官。那当然，你高官一离开了，你手下的党羽就没有大树可以抱，那他们自己的内政已经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整个乌克兰的整个世代的男人，已经消失殆尽的，差不多你说完全都没有也不会。你可能还留下个20%，几乎一整个世代的男人都已经送上乌克兰战场，而且已经变成了祖国的养分了。他们的祖国的养分嘛，是不是？这个也只能是这么去说了。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各位可以去想到一件事情，就像我们的越南战争啊，在越南叫做抗美战争，应该叫抗美战争，那我们叫做越南战争越战。越战打的时候啊，为什么人家说越南的女性啊特别的怎么样，特别的护犊子啊？就是说他们很护自己的家里的人，而且是他们很溺爱他们的男人。那时候也是因为呢，在那个越战的时候啊，那个也是消失一代的人。消失一代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美国军队很强大，再怎么样，美国的军事实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虽然最后是越南共产党取胜了，打赢了这场越战，但是事实上那个两边付出的代价之高啊，高到是说美国不是最终不能取胜，而是取胜的结果大过于他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在他们的这个利益来看呢，这实在是太不平衡了。而且美国没有殖民地的文化。那你胜而不取，你只能扶植一个傀儡政府来讲，以后这个越南打得破烂不堪了，你对美国的帮助也很少。所以说，这个在美国撤出越南啊，越共取胜，不是说越共真的非常强大，而是他让美国付的代价太大，大到是任何的胜利对美国都没有帮助，就像阿富汗一样，所以他们就撤出了就回去，但是也造成了越南有很大一个大的空窗，说没有男人，所以他们的女人为什么用台语讲就看不开。就是说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去为了去照顾他家的男人。当然，从那个越战以后所长大的这些男性的小男孩，他长大很多都变成了一些地痞啊，或者是一些伸手牌的男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习惯由女性来呵护他，来供养他。但早期的越南不是这样的文化了，那是经过越战之后啊，他们的母性的那个社会啊，会变得更加的凝固，就是他们必须养大他们的小男孩，而且男少女多，因为越共不是没有女性，就是男性要去作战，负责作战的概率是最高的。所以到这个状况，你同样复制在乌克兰身上，同样复制在阿富汗上也是一样。但是阿富汗呢，它比较特殊，就是阿富汗的美军它没有往外去扩张，它只守护它那个首都而已。所以说，阿富汗的塔利班它是从这个外围去包围到首都，所以说他们留下男丁是比较多的。但是乌克兰不一样了，乌克兰是你整个世代的男丁，就跟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就是怎么样，路上就拉夫，就直接把你送上战场了。然后没有为什么，就是你就是去干嘛？保卫国家啊，实际上干什么？消耗弹药。因为你出去拿枪都乱射嘛，你没有经过这个很强大的军事训练了，你拿枪你只能乱射，而且你还被枪震回来。如果你没有真的受过正规训练，而且是近期的正规训练的话，那个是很难的。比如说像老师吧，我这个试了好几了，对不对？我试好几了。我以前拿那个步枪啊，我是非常在行的。我在我们部队里面呢，我的拆枪组装速度啊，我真的可以去跟那个谁比呢？就跟那个 Forrest Gump，就是《阿甘正传》里面那个主角一样，我真的可以眼睛闭起来，我真的可以把整个步枪1分钟内拆完，然后1分钟之内把它组装回去，我速度可以很快很快的。但是你现在叫我去，对不起我可能枪托都靠不稳，那个什么手感都不见了。所以你在路上抓的这些新兵啊，这些中年人、老年人、小孩子都一样，你只要是男的生理性别是男的，但基本上你只要不是幼童啊，你可能都被抓去了，所以造成了他们整个世代的男人几乎都消失，而且军人是直接在路上直接就抓走。
直接就抓走。这个不是老师去讲的，或者是我通过臆测的，或者我去算出来的，这个是有那些在直接进去在乌克兰里面，这个好像是美国人，然后他们直接把它记录到出来给公诸于世的。因为整个乌克兰里面，基本上你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在路上走，然后还不会被抓走的男人。那甚至有些人还是怎么样呢？还是说，据他们的说法，就是他们还是要找朋友把他的腿打断，打断你就不能上战场，所以你必须自残。那你这些人你留下来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第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治好，治好你可能终身也是一拐一拐，那你对你未来的这个国家的生产力跑到哪里去呢？剩下你只能是说，在乌克兰战后哪一天他们的大战结束之后，你只能拿来继续生孩子嘛，不然怎么办？你能贡献的就只有这些了。你这工作你就不能久战，或者不能够去长期做什么事情，你只能不断的复健或者很多的状况。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是乌克兰它整个工业基本上，不论是工业或是农业，基本上都是半毁的状态。工业应该算是全毁了，那农业是半毁的状态，因为他们的乌克兰的西部毕竟还是农业大省，那个地方是比较没什么问题。但是中部跟东边的战场呢，基本上都是清空的。在这样清空之下，有些地方是那个俄罗斯他们是战术性后撤，因为不好防御，你当然撤回去他们的阵地。这个在兵法上是很正常的事情，战场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你撤回去之后，那乌克兰一定是说这个是他们夺回来的战果，但夺回来的战果上面既没人，也没房子，甚至也没资源，什么都没有，你拿回来一片焦土而已，一片焦土而已。甚至你无论如何，你这个地方基本上你可能这几年我们不能说是常年的10几20年，那跟广岛不一样。那就算是你可能这几年你都没法再去恢复它的一个生产力。为什么？因为战后的东西它里面可能有破片、有炮弹，还有一些钢筋或是一些危险物品在里面。那你要清除，你可能就要花1、2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土地太大了，这么大片你要清除很难。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还在，就以前经历过战争的地方，比如包含叙利亚，很多地方你是要清除很久之后，你才能把那个战争的遗迹移除掉，然后那个地方才能重新发展。说你现在这个状况在下，你说英国他现在用这个方法来说宣告他们要加入这个世界大战里面，但是这个世界大战能打的人已经不多了，已经是不多了。世界上除了毁灭性战争之外，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有能力单方面组合起来一个邪恶轴心比如说呢，现在美国对世界上邪恶轴心的定义再就是中国嘛，还有那个俄罗斯加上南韩就变成邪恶轴心。这3个国家在一起的确可以跟过去的那个邪恶轴心一样，它是可以去碾压整个世界。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这3个国家的人没有向外是说他有征服大片土地的意愿跟能力。俄罗斯去占领了乌克兰的大片土地，但是他后来守进来的，他是有一定的防线，加上他们的国民太少。所以他并没有这个能力去怎么样去把乌克兰整个吃掉之后，还继续往外去扩张，然后变成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这个基本上在普丁有生之年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培育一个世代全新的俄罗斯的国民，让他们能够怎么样把乌克兰那个地方吃下去之后，然后他在那边欣欣向荣，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它强大的国家的国力它是聚集在特定的一些地方。俄罗斯这么世界上最广大国土的一个国家，但是它真正有发展的地方是不多的。像俄罗斯有很多很多的乡村这么大的国土，它就有1亿人的人口，但是它的乡村有些地方它还是在用井水、冰水、雪水，还有是什么？还有木材来去取暖。他们并没有合适的电力，也没有自来水，它也没有什么一些通讯手段，他们很原始的一个农村生活。俄罗斯有很多的地方都还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可以去理解俄罗斯的国力它是集中在精英的阶层跟比较都市化的阶层里面。它大片土地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去充分发挥它自己应该有的国力因为它的教育跟资源还有他们的公共建设是没有这么充足的公共建设又必须基于在你人口够多的状况之下，你去做公共建设才是有用的。比如说，你要说美国为什么不做好大基建，那要看美国整体的它的历史发展缘由。因为美国过去的大西部那个是人烟稀少，你在那边开个铁路开一条可以，但是你没法像中国这样一直到处开枝散叶一直开。为什么？因为美国最多3亿多人而已，但中国有多少人？13亿人，你东扣西扣。那你当时再去要去搞这个基建的时候，他们至少也有8、9亿人。你有8、9亿人这个能量去支持这个基建快速去发展，那么中国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对的。但是美国它考量方法不仅仅是资本回报的问题，也不是只有小政府大人民的问题，而是在于他们自己的百姓
没有人会去使用它这些他去做出来的基建。比如说你盖起来，他们自然会有人去住。这可能对美国不是很了解哈。美国有些地方真是荒凉到真的是只有秃鹰在哦，你是没有办法，是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人去居住。就算有人去居住啊，他们的一个镇子里面可能就只有60个人、30个人。那现在很多镇子也是荒废的。说在欧洲也有面临到这个情形，所以很多基础建设不是你说，我们只要盖了，那我们就开始发达，我们就一定可以去使用。所以说，美国当时他们在考虑这个经济的时候，他们是考虑到我用飞机场我用飞机来去运输人们，那这样子也可以达到第一个省能源第二个是省钱，因为你盖这铁路，你还有维护费，你不是铁路盖那边就好，对不对？美国的国土这么庞大，你有办法都去顾嘛？也不可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在乌克兰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有足够的男人去开始去恢复他们的生产。俄罗斯也是一样，他没有足够的公民跟足够的知识水准，也没有足够的一些国力、工业国力去把乌克兰整个吃掉，所以他们要扩散的功能是有限的，是极其有限的。那中国嘛，中国很简单，他们就是怎么样？中国就很简单，就是以钱服人我拿钱去跟你谈事情。对不对？有钱我们来谈事情，用钱来谈事情。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以利服人跟以利服人利益的利跟利器的利，你要哪一个去服人？当然两个都要有，但是首先呢，利使人往这个你用钱去驱使别人效果通常是比拿枪杆子去威胁人效果比较好。枪杆子你可以威胁当下，但是你一旦回头，他可能就跟你反扑。但是呢，你拿钱过去对不起，你拿钱过去他可以为你办出来任何的事情。说这个金钱力量还是很大的。那当然，北韩现在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北韩的问题基本上它现在它的军事实力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有些朋友问老师是说那北韩会不会把南韩给吃掉？这个不是北韩他真的要做的事情。还是一句话，北韩他的敌人永远都会往外先去找敌人，包含日本。日本跟美国的绝对是北韩那个金氏家族的敌人，因为他们这两个地方对韩国的威胁是比较大，尤其是北韩的政权威胁比较大的。那当然，尤其是美国，那日本里面也有美国的港口、美国的军港和勋鹤那边吧。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虽然是尹锡悦宣布北韩是敌国这个是南韩先做的事情这个大韩民国先做的事情。很多人是以为说是那个金小胖他就故意要去分裂整个韩国，不是那是尹锡悦政府他首先说那个北韩是敌国，后来隔一阵子之后，北韩才宣布南韩是敌国。那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呢？当然，谁希望他们两个合在一起？不会嘛？你分裂对某些国家是有好处的嘛？你合在一起的话，他们不就没有利益了吗？有些国家它需要世界混乱，对他们才是好事。哪个国家我不知道，一定是幕后黑手，但是我不是很清楚哪个国家，各位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在这个混乱世界里面呢，就发现了什么？乌克兰它现在是一个最核心中的核心。为什么？因为它花掉了欧洲跟美国太多钱，而且它现在已经不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因为钱你可以买到刀枪炮弹，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买不回一个18岁的少年，而且是本身就是乌克兰的少年，这个是有障碍的。甚至你花了钱，你也不够钱去请世界的佣兵进入了乌克兰战场，因为佣兵可能也不愿意去。为什么？你打了一场，你一定会去阵亡的仗，这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说，很多的状况之下即使是泽连斯基是说，没有美国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无法生存下来。而他也认为美国99%的人会站在乌克兰这边。这个是泽连斯基所讲的这个话，他受访的时候他就讲这些话。所以是说他也希望是说，像美国现在今年年底要开始做选举了嘛，对不对？你可能拜登总统跟特朗普要开始又重新做一个对决。所以是说呢，乌克兰也非常清楚是说，如果特朗普，我觉得川普总统他如果又重新登上美国总统大位的话，那他一定会撤出乌克兰战场，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特朗普他的意思就很简单，我就是保守，我就是闭关自守，我就成为我地区的独强，我不跟你们好，你们可以跟我做生意，我们拿钱来讲话，但是其他事情我一概不管，这都不是美国的事情，那也不是我的事情，我只要顾好我美国人民就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所以在这个状况来讲，我们就发现，那泽连斯基就希望说，这个川普可以到乌克兰一下去访问他们现状卖个惨，说白了吧，就是卖惨。那希望能够得川普总统他的怎么样铁石心肠可以融化，可以继续的哪一天他上台的时候可以继续给乌克兰军援。但这个想法绝对是不用在特朗普先生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是商人，商人眼中只有利益，这个是不是好事我们不管。
好，我们不评论这件事情是好是坏，但是它的特性就是这个样子，能用钱解决的事情就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特朗普如果重新上台的话，他会实行跟以前一样的策略，就是我们全部都不谈，我们只要给自己好就好。所以说，特朗普先生他有最大的一个贡献是什么？他在这个疫情期间之内，他就大撒钱。为什么？因为你们觉得政府会有问题，就是因为没钱嘛，对不对？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有钱嘛，是不是？钱能够解决任何事情，是不是？当然不见得可以完完全全解决到，但是它可以解决你生命中99%的问题嘛。那么我就发钱给你们。所以这时候在美国啊，无论是谁哦，你只要是有身份的啊，你都可以收到一张支票，特朗普先生的支票，哪怕你不是他们公民哦，你都可以拿到这笔钱。那这个东西有没有解决问题呢？有的。事实上，现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都对这件事情啊抱持了高度肯定，因为特朗普他没有让这个经济的海啸去席卷整个世界，他跟当时的2008年联邦兄弟是不一样的，他是选择了入市去救经济，把钱全部大撒币撒出去，撒到大家都有钱拿，那你那个贷款什么都给你放出去。但尽量的让大家身上都有美元，反正美元没有成本嘛，就这么简单，自己印的钞票哪有什么成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外汇存底都以美元为主，对不对？那既然我以美元为主的话，那我美元可以买到世界上任何东西。那既然如此，我发钱有没有成本？没有成本。美国发钱是没有成本的事情，它只有会计账不平衡的问题，或者别人信心层面的问题。但实际上，美国印美钞是没有成本的，因为它不需要担心他自己外汇存底，或者别人是说他美元买不到东西，因为世界货币就是美元，他只要印出来了，他就一定可以买到东西，哪怕是贵一点点，但是他还是可以买到东西，因为他操纵了全世界的汇率。说这个问题，那就这个问题，你再把钱撒出去之后，那么美国就没有什么问题，那灾祸没有扩出去，但是呢，他要开始把钱收回来的时候呢，就必须把欧洲当成那个充电宝，也就是行动电源，所以把他们钱嘛也把他们经济开始吸回来，来维持美国的强大。所以美国到现在它的经济实力如何，那肯定是表面繁华，内心是很空虚的。这我们到后面会提到。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整个战场大家都没钱的状况之下，我们反过来要看一件事情，是中国在这一年以来啊，尤其在去年的11月啊，中国我们知道它过去一直在抛美债，抛的美国心慌慌。但是在2023年的11月啊，它已经增持了，重新反过来去增持了124亿美元的美债，结束它连续7个月不断抛售美债的一个趋势。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个其实它应该是为了去说，现在这个局势已经转变了。你们现在也知道厉害了啊，整个经济现在遇到了很大的瓶颈。那么我增持回来，其实对美国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是释放一个很好的橄榄枝给美国。说什么了？我们要开始谈谈其他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红海的问题南海的问题，还有台海的问题。现在如果你要跟我谈这些事情，那我愿意跟你谈，那么我也愿意买你的美债。那么请问一下，你要拿什么来跟我谈？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很多的风向已经开始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标题是微风向，就是你整个世界的环境开始改变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迎接接下来的变化，这就很重要了。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最近呢，既然中国去增持了美债，乌克兰已经是弹尽粮绝了。那么我们后面要去理解，就是支援他们的国家，包含美国跟欧洲，甚至中国、俄罗斯其他国家的一些经济，他们能不能够支持再让这个事情歹戏拖棚下去，还是它会进行在另外一个场面？好吧，这我们下一段要讲的。我现在各位有什么问题？川普2年前说我川普可能应该没机会了，这不要可现在看要回来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嘛，因为我觉得他机会是不高哦。那我觉得他在选上总统的机会是有点渺茫。不过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嘛，命里名人堂4年看一次，对不对？每4年都看一次，是吧？至少我上一次是对的，对不对？台湾总统这次我丢脸了，但是记得我上一次是对的，上次美国总统是对的，我县市长也是全对的，对不对？开玩笑，我还是有对的时候了，不要说没有了，还是有了，好吗？大家好大家好那台独话题也可以把逐渐解说。你这个赖话，你这个想法太梦幻了哈，就不用等到520吧。虽然520是一定会到来，但是不用到520，很多事情就转变了，好吗？感谢正豪赞助，感谢正豪赞助，谢谢哈。德州内战需再发是真的吗？德州他不大会去做这个内战，你顶多是说他们会等川普选的怎么样，他们再去做这个结果就做这个结果。其实美国要发生的英雄内战，然后让美国变成分裂一个国家老师从整个
整个这个历史的谶文我们看堆背图啊，什么各种世界的一些预言来看了，这个事情是很难发生的。美国其实这未来的几十年老师不能说太远了，毕竟这个历史是很难讲的嘛。但是目前可目测的范围是在60年范围之内美国基本上它要分裂成很多小国家，或是分成东西就南北2个国家，这个概率是极低的甚至你单一个州你要独立这个概率也是极低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州你都没有能力独立，这个是现实条件的。但是在历史的谶文里面也没看到这件事情会发生。为什么没有一个州有这个实力呢？因为你就算是 GDP 很高的州，无非是加州或者你电力大王德州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实质的形成国家的一个要件。形成国家有个要件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领土，还有文化跟制度。那你文化跟你完全是美式文化，你这个文化是同化型的文化，你直接说你去分割这个事情的话，你本身的人就会做反对这个肯定的。你制度你也是抄美国的制度，对不对？那个你独立的条件也没有。那领土你最多就有领土，那领土这个是有争议的领土这个是有争议的。所以你说美国任何一个省你要形成一个独立省就是独立州了，不是独立省，独立州把它整个独立打出这个独立战争那个状况的概率是极低的。但是会不会有这种声音？一定会有。会不会有这种行动？一定会有，因为激进派哪里都有嘛。所以说现在还有人说香港要独立嘛，对不对？海港独立现在还是有只是越来越小声，因为毕竟统治的方法不一样。还有民心所向也不一样，大家忙着挣钱，忙着去赚钱，恢复这个经济跟金融的力量，谁给你搞这个什么香港独不独立的事情各位你要知道，我们在所有媒体上看到的事情，不代表它是主流民意。各位你要去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在网络上所看到任何的消息，只是这些人讲话比较大声，还有演算法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但它并不一定代表当地的文化跟当地的民意。这个只是我们所认为的，或者我们所看到的，但它并不是真的。比如说呢，然后举个例子来讲好了，老师有个学生是医生那有一天我们在讨论这个健康话题的时候他说我说那个吃糖的话，那糖要减量，那我改吃果糖行不行？他说老师你吃果糖，你是不是说那个某年果糖？我说不是吗？它不是好糖吗？因为为什么它广告词就是某某糖是好糖，因为它是果糖我就信以为真了，你知道吗？但实际上是这样吗？他说老师不是，那个对人的身体是很难代谢的，对身体是有负担的。我说我就这样被骗了20年了对，所以说我们看到是真的嘛？那个就不是真的。所以说很多事情有些主流民意是说你这边闹得凶，那是那个频道或那个视频闹得凶，那个视频里面所发言的人，他可能也不是他们本州的人，就是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吃瓜不嫌事大的人，都不代表他整个民意的现实状况，好吧？美国会从伊拉克、叙利亚撤军吗？现在撤军对他们讲没有好处没有好处，因为他们需要稳定一下中东的局势。台海界会开战吗？有机会有机会不代表一定是，好吗？有机会这个状况其实是很现实的事情。等我们讲到台海，等一下要讲到台海因为在台海的有些客观条件要达成，那个概率就很高了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说你说今年会不会开战？今年会进行一些比较明显的事情。会发生这个基本上，我还是认为了我陈某人鄙人在下，我对我有限的一个那个专业能力来去看我还是认为两岸统一的时间是必然的，它的时间必然是2024的前5年已经过完了，还有它的后5年正在过，懂老师的意思吗？2024的前5年，2019、2020、21、22年、23年这过完了，对不对？你这前5年是不是风平浪静？也没有，比如说你在22年的那个裴洛西飞来飞去。对不对？他那个就造成了台湾海峡中线消失了，那就这就没有了嘛，对吧？那就没有用了。那我们的所有的国防就往内去说，只能说到我们的12海里里面，那个已经没有办法了。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一些了。那你说2024的后5年，包含2024、2025、2026、2027、2028，应该算到2028，算2029才对。应该到2029之前，基本上我绝对不会超过这个时间了。那只会早不会晚，好吧？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未来房价会跌吗？这个要看地区了，我没有办法单一说哪个地方会不会跌，好吧？这个我没办法。民进党没有过半，那跟两岸要不要和平，能不能统一，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老师还是做一样的想法，要统一，他只需要一个理由，但是他不需要我们同不同意，我们展现什么样的意志不重要。就像我们在某一年做成了手牵手，对，那手牵手护台湾，加入联合国，谁理我们呢？公投过了，谁理我们了？你告诉我嘛，谁理我们了？乌克兰他也说他要进入欧盟谁理他了？
乌克兰加入北约了嘛？也没有啊。民意不重要，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博弈，还有是说他们自己的布局，胜者为王，这个是唯一的真理啊！这是有胜者为王的唯一真理。历史是由胜利者写下来的历史，这才是一个真理啊！其他都不重要，好吗？感谢 David， 感谢 David， 好，谢谢谢谢啊，谢谢您的赞助哈。去这大陆何时统乌统台湾？这我们说了嘛，这5年以后嘛，好吧？这是武统和平统的选择，答案是这个样子，没错，不是武统就是合统，这2个状况。但是基本上打下来对他们是比较理想的，合统对他们对共产党来讲，他们是比较不理想的结果。他们希望是合统，但是合统的后遗症高。武统的话对他们讲后遗症少，但是前面比较痛，但是后面的结果是比较好的。为什么？这个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你有什么？你有以利服人跟以利服人双管齐下才效果好，不然他现在为什么要做一些那个 AK 法的问题呢？好吗？那今天4年做得完吗？老师认为做不完，好吧？我认为他4年做不完，我个人的认为了啊，我个人认为了，他的运气是做不完的，好吗？好，还有没有？美国一家中公司大概要可以沟通。好，我们先继续下去不然我们讲不完，我们先把主题先讲完，好吧？所以讲我们后面来谈这些事情。那我们讲完了这个整个世界大事开始做到一个比较大的动乱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整个经济会不会产生的问题。看到经济啊，我们这一阵子一直讲到亚洲啊，亚洲的话我们之前一直讲到日本，因为日本为什么？它是一个在我们这个亚洲地区啊，它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在中国没有崛起之前啊，这个亚洲是日本在画事的，它是经济的巨人，这个相信各位都不会去有些怀疑哈。在这个80、90年代，那个日本的经济是傲视全球，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经济大国。当然，它的强大是由美国它去扶持它，所以它在短时间2战之后，短短的几10年之间，它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哦。日本制造、日本的金融、日本的公司、企业会社，哦，都是变成了是很强势的、很优秀的一个公司。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他们的一些国内发生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你的观光业虽然强，但是你的工业非常落后。那还有就是他们有这些之前讲过的那个神似少女，还有一些暗黑打工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正常的日本人，他们现在也比较没有去对一间公司的正职有这么多的忠心。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他们就发生了在2023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转职潮。转职潮就是说呢，他们把跳槽已经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他们要追求让自己更好、可以活下去的一个手段。我们知道在日本呢，在早期，尤其是80年代跟90年代的时候啊，他们还是比较流行终身雇佣制，所以说他们在这一家公司啊，尽量是待比较久一点。无论长官给他们多大的压力，他们尽量的承受，那希望在这个公司啊一直干下去，这是一个对公司的忠诚度。所以是说啊，他们一般在转职的时候啊，都需要在一个公司至少干满3年到5年。3年到5年的时间，他们才想办法要说要不要考虑到人生的第2个阶段。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不是？现在18到26岁的18到26岁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比过去在2009年到2013年的时候，他们可能转职率是很低的，但到了2023年的时候啊，他们已经的那个转职率啊，就是他们跳槽率啊，比过去高了将近5倍啊，4.8倍啊。从2009年到2023年状况来相比的话，年轻人他的转职意愿就变得很强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么忠心的对公司，所以终身雇佣制或是你给我这么多的排头去吃，那我没有必要去忍受你。因为过去的终身雇佣制，他领到的薪水跟他们的一些红利啊，比如说夏日奖金啊等等之类的奖金，他基本上是给他什么？是一个精神抚慰金的一个意思。所以我就要待下来，公司就会照顾我一辈子，所以我再难再苦我都把它忍下来。为公司去焚高祭鬼，然后这是凿壁偷光的，就要把那个公司的任务达成，哪怕这件事情是很没有意义的事情，我还是要维持公司的运作。所以哪怕一件文件，它可以改了20个小时，都一直改一些细节、标准符号啊、排版的位置啊，他都要去把它吞下来，把它改到主管满意，然后改到一些客户满意的状况。那这个世界到现在不是的，就是说，因为他们的薪水已经没有办法让这些新生代的人他可以感到满意，是说，我只要好好在公司上班，你给我的薪水足够我去娶老婆，足够我去生孩子，足够我买房买车，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说我对你忠心，就是换得我家庭的平安，这个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就像老师跟前几周我们谈到了日本的一个状况。
就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现在年轻人的起薪可能不到30万日元啊，不到30万日元，等于是说你把它换算回来的话，大概也就4、5万台币吧。说实在，在日本的这个物价来看，或者他们日本的一些生活模式来看，他们税金来看，这个你不能算是好的一个薪手，好的一个收入了。所以说他们在整个状况之下就发生到是说，既然你让我过得不好，那么我就去找我更好的状况。而现在日本的整个的企业开始慢慢的改观，是说你背叛公司去其他公司，那么你就是我们的敌人，或是你就是一个叛逃者。那现在日本很多公司就觉得是说啊，你没关系，你在我这边做不好，你去其他地方上班，但你历练一圈之后啊，你会发现还是我爸爸这边比较好，对不对？我们原来的母公司比较好。所以说你去历练一圈之后啊，你可以把你外面的能力、人脉跟你的经验带回来我们的公司啊，我重新接纳你，那你让我们继续成长更强大。那现在变成抱持这样的态度了，但是呢，事实上都会真照了这些企业他们所想的嘛？当然也不会，因为你钱要给到位，你才能够是说别人为你去付出，你钱给不到位，那又不行。而日本现在也会有很多的中年失业潮，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会产生，因为我不但一定需要是说你过去的经验对我现在有帮助，他们现在也是觉得是说他们需要一些改革改变，即使最高层的他们还是觉得是说我们坚持我们过去的传统跟理念，就可以是怎么样呢？这个世界的波澜啊，这些沸腾的一些样子啊，逐渐会回到原本平稳的状态。就是说呢，现在炒了什么 AI 呀、炒了什么电动车啊，对不对？总有一天大家还会想起汽油车是比较好的事情啊。这个大概是像这个头塔里面的观念是这个样子，到现在为止也还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认为是说到最后那些人还是会回来的，因为世界总是恢复平静，基本面把持住就没有问题。这个想法当然，这个我们可预见的是一个错误的。为什么？因为过去的煤油灯，也包含过去的马车制造商都是这么想的。你开这个，你发动这个汽车，对不对？你弄得到乌烟瘴气的，冒黑烟，对不对？你还要担心有没有油，是不是？你还要提早15分钟去发动它。你发动一个车，你可能要15分钟到半个小时，你才把这个车发动，而且你载的人也有限，而且它汽油也不好买。对不对？我们骑马多方便，我们坐马车多方便啊！马只要吃草就可以了，路边就可以休息了，是不是？马粪还可以让人当肥料，对不对？马还给你培养出感情来，是不是？所以说马车是绝对不会过时的。为什么？因为马这个东西啊，是人类陪伴人类是上千年的时间啊，几千年的时间都是靠这个马车的力量啊，来让文化整个这个演进。哦，这是当时的确有这些的舆论，就是说认为汽车的时代不会来临，只是大家图个新鲜、有钱人的玩意儿。但最后大家还是会选择马车，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吗？实际上当然也不是这样，对不对？连煤油灯他们现在很少去用了。你现在找到一个煤油灯，那代表你是在做什么餐厅啊，或者是你在做什么主题乐园啊，你才看到一个煤油灯，或是你在开个餐厅，你要这个一根的啊给客人取暖的大型煤油灯。不然的话，现在谁用煤油灯？现在谁用马车？对不对？你还得去公园里面啊，或是一个英国的皇家侍卫里面，你可能才有马车可以去做，对不对？不然是没有的。所以这个状况在日本变得很明显之外，我们要从日本跳出来看，其实加拿大也是一样。加拿大现在啊，也很多我们只看到知道很多啊，比如香港人、台湾人或者中国人啊，大陆人或者是其他国家人都觉得是说啊，我们去加拿大生活。所以老师现在也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啊，毕竟老师有小孩嘛，很多家长朋友他们也开始说，哎，是不是要往加拿大的地方过去啊？他们有人已经搬过去了，但是实际上加拿大现在已经不是亚洲人的移民首选。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很多人开始移出来了。啊，包含了说这2年的时间呢，也移出来的人啊，那个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几万人开始从那个加拿大开始移出。为什么移出呢？哦，当然最大的原因当然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水准已经没有办法跟他们自己能够维持的状况可以去这个平衡了，所以他们选择去移出。过去我们看到很多香港人在97之前，很多香港人移居到加拿大，那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制度啊，很好的生活环境，这个他们的物价什么都看起来都比较稳定。那像金英老师，他就是在加拿大留学的，对不对？他只跟我讲，我说那你为什么没留在加拿大？他说留在加拿大问题有很多啊，不是你觉得留下来，你毕业之后留下来在那边你一定可以生存，因为包含说你汽车你还要保险，保险费又是在亚洲的好几倍，对不对？你房屋你还有还有地方税。那你自己生命还要保险。他说你赚了几千块钱没有用，你大部分都要缴出去这些税金的，还包含你就算你买一个别墅，是不是？你也不能够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前面就把它种个花园，后面来去做一个造景，不行，因为社区不允许。所以很多事情他说他跟我讲，因为我没住过加拿大，
他就跟我讲说，加拿大不是你觉得是说好像都是傻白甜，他说没有啊，包含你当地对华人的歧视，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存在。但是还是很多人过去，因为比较有钱的人，他就面对到这种压力是比较少，因为比较有钱的人，他的小孩也比较有钱。那你既然有经济实力了，那么你到哪里都是人上人，好吧？这很现实的事情。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你拿得出钱来，那你在哪个国家可以当人上人啊？这在加拿大你很有钱，对不对？你带去相当于这个500万、300万到500万加币的身家过去，对不起，你小孩子过得很轻松，不会有今天老师讲那个状况啊，你还是过得很愉快。没有问题的，你收入如果也可以很高，那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一般人他没办法维持。所以老师说，很多人开始从加拿大移出去，那是因为利率高了，你房价高了，还有你的生活成本变高了，但是你赚的钱并没有比较多到哪里去。说移到其他地方，变成他们要寻求生活稳定的另外一个水准。但是他们移出来一定跑到中国或亚洲吗？也不一定。他们可能跑到其他欧洲或其他或新加坡等地，让他们能够可以维持他们自己的收入跟支出是可以平衡的状况。所以你整个世界上开始变成的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经济已经开始慢慢的掉下去，慢慢掉下去，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竞争力也是慢慢的变弱，就是报表上去越来越好啊。比如是说怎么样呢？比如说美国的通膨，它的核心是降温的，核心物价 PCE 的物价年升2.9是符合他们所预期，而且他们的就业人数也是超预期。大家都有去工作，对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然后呢，失业率也降低，劳动市场非常强劲，也导致他们的股市啊也开始节节的上升啊，在38000多点，上次讲到3万到3万8了，对不对？老师在37600的时候空了一波，然后呢我就出场了，赚了28我就出场了，然后呢我就没有再进去了，但是我知道还会继续往上，但是我没有进去了，因为它很风险比较大，我就有时间再谈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 GDP 就发现说，哎，GDP 你现在美国的 GDP， 他们的 GDP 都很亮眼啊，跟去年同期比，甚至跟过去同期比，它的增长水平都很高。很高的原因是因为你通膨，还是一句话，你通膨让它这个变很高，百姓必须要赶快去怎么样，赶快去就业，他已经没办法靠那个救助站，他可以过生活，因为你的房屋利率实在是太高了。好，现在如果新买房子的话，好，在某一些州了，因为每个州它的利率是不一样的，有些州它的利率高达了7.9%哦，这是老师的一些贵客给老师回馈的啦，哈，他就是他们那个州的利率到7.9了，然后呢，他们的一些保险也上涨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房价上涨了，你房价上涨了，那你的保险就上涨了，还有你的地价税就上涨。他说他们家以前本来只要缴大概5000块的那个地价税。但是呢，他们今年开始就怎么？他们重新评估，当地的政府告诉他，你必须以现在的估值来去做这个地价税哦，因为每个州不一样了，有些是你买的那一年为主，他们现在是有些州是你现在这个房价为主，所以他本来5000块涨到变成7000块，所以7000块你不要说变得很多，因为7000块你可能是一个新鲜人啊，你可能刚去就业，刚去麦当劳打工，你一个月的薪水哦，实拿的薪水可能就只有2000块左右。那这样等于说你一个月白干啊，你家里这一个月是白干的。但如果你收入够高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收入不够高，那就有问题。所以这也会促使到家里这种闲置人口会开始减少，全部都必须要去就业。但是你赚出来的钱并不是长富于民，你也不是让百姓生活越过越好。你就业率的提升，你只是把赚来的钱去填补你这个利率的上涨，还有就是你通货膨胀的这些金额。百姓实质的一个生活能力是降低的，也包含英国跟美国，甚至加拿大啊，甚至整个欧洲地区，很多的状况都是这样去做做变化，也包含了影响回来。刚刚从日本之外，也影响到了韩国。为什么？现在韩国比较有趣的地方就在哪里呢？韩国我们知道他们喜欢吃泡菜 kimchi， 韩式泡菜也蛮好吃的。金英老师很喜欢吃泡菜，我就不喜欢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吃泡菜，但他很喜欢吃，所以我只能配合他。但是呢，他们现在很多泡菜是从哪里进口的呢？泡菜很多从中国进口的，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过去韩国是泡菜出口大国，但是现在变成韩国也要跟中国尽量进口大量的这个泡菜。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们自己种是划不来的，跟中国买泡菜那是比较便宜的，比他们自己种出来自己腌制还便宜。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跟欧洲其他国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事情，是什么？因为在这个不断涨价的状况之下，你的农夫跟农业的成本是垫高的，因为你的种子还有你的那些肥料，还有一些农用的一些设备，你都是很多是在欧美国家所进口的。
等于说这些农药、这些肥料或这些东西，这都是进口的。但是那些国家他们已经通货膨胀了，他们利率提升了，所以他们成本也垫高了。那么我既然需要靠你们来进口给我这些东西，我才能种出我要的东西，那么我的成本是不是提高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欧美国家的一个通货膨胀的很严重，跟他们收入也变高，但是对某一些的亚洲国家是一件坏事，尤其像日本跟韩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仰赖欧美国家的进口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他们既然自己都进口的东西都变贵了，那么我种大白菜去做泡菜我就划不来了，所以反而去跟中国去进口泡菜。所以说呢，他跟中国所进口这些农业产品啊，在2023年已经变成逆差。也就是说，过去他们出口这些农产品到中国是顺差，但是在2023年发现他们已经变逆差了。也就是说，中国进口的泡菜比我们卖出去的还要多，那就变得很有趣的一个状况。而同样，我们讲到亚洲会有这个状况，韩国会有这种状况，日本也有这个状况，难道欧洲本地没有这个状况吗？也是有的。所以现在在欧洲包含了西班牙或等一些国家，很多的农业农夫开始起来抗议跟抗争，他开始变得比较积极派的、激进派的，又比较右派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国家，你们的这个贸易的商务跟你的一个战争的一些地缘问题的影响，你会导致了很多东西，你的交通不便，里面就包含了一样的事情：能源、机具、种子、肥料，这都是要件。在过去大家和平年代的时候，这个货上急流，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要能源找俄罗斯买。没问题，对不对？机具什么都没有问题，石油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但在战乱的时候就不一样，能源你过不来，我得绕道去买。光这个部分，你要让农耕机去运作的成本就大幅上升了。还有包括你现在的这个红海危机，你要进口一些农药或者是一些肥料或是一些特殊的种子啊，这些种子有些是跟美国去购买的，好，那你就没法去顺利的进去。所以在这个欧洲有很多的农业的一些农民啊，他们现在开始进行了抗争，有的甚至把那个机具放在高速公路上面不让大家走。但是他们很喜欢抗争吗？不是，是因为他们种下去跟卖出来的钱已经不能够对比了，加上他们又被他们的国家一些绿色环保组织或者是他们的环保部门认为是说，你们开这个农耕机，好，你们做这个肥料，你们灌这个钙，好，会有对环境有污染，所以说你必须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你才能继续耕作。那但是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也没有钱去改善他们自己的环境，那银行也不借钱给他们，所以就变成恶性循环式。政府从那边断了说，你们必须按照环保的制度。环保也没有错，环保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还没赚到钱状况之下，你就叫他们去改善，怎么改？没有钱，而且你进口东西要变贵了，那我这个怎么做呢？怎么做都做不起来。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在欧洲他们现在的农业也会出现的问题，这跟我们在前2年所预测到的结果是还蛮一致的。就在今年这个农业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危机，其中一个最大的危机还是在于他们自己想要自供自足的时候，生产上就产生了问题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成本去生产它，卖也卖不高，但是你进口的成本变高，那就有问题。各位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农业其实有很多黑暗面的不要说讲到农业就一定是劳力辛勤的劳作，你就一定会有收入。这世界上的农业是水很深的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搞这个农业的。就比如说种子这一件东西。很多国家为什么当时在俄罗斯就欧洲就跟他喊说，或者美国跟他喊是说我们只要不卖种子给俄罗斯，俄罗斯就得闹饥荒。因为他们卖出去的种子基本比如说德国或者哪些国家，他们卖出去的种子它是不容，他说这不是你种起来之后，然后再去给他结新的种子，他们自己来去使用，不是的，有些东西是基因改良的，你只能长这一次，那你在他们结出来的种子再去种是种不活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里面水是很深的，不然就给你一个超级有效的肥料你只要用它的肥料你的作物就长得很漂亮，但是你的土地再也种不出其他的作物来，你只能用它的肥料，然后做这种作物，长出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再给你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农业的水是很深的。那中国以前也是一样中国以前的光鸡肉跟猪这些东西就必须是透过美国他们那边所进口的这些猪跟鸡，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牲畜基本上它们生长的速度比较快，换肉率高，但是你没办法去繁殖，这个是很神奇的东西。所以这个农牧业它其实里面是水是很深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克服了，就是他们有自己本土的鸡、本土的猪所以说像中国的粮食，他们是想尽办法在这20年之间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包含了这个袁和平老先生他已经做股了，他所研发出来的杂交水稻不好吃，
但是呢，它可以大量生产，好，就算是咸水地它也可以生产，但是缺点就是不好吃，不到最后的关键的不要去用它的那种状况。但是它有，代表是说它不是没有，它是有，只是不好吃。那不好吃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改？总有一天后面会有后继的人会去改变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变成是说，你现在包含了美国哈，它的22州，他们的最低薪资也要开始调升了。哦，他们有很多州嘛，他们其中有22个州，他预计是在今年也要去提升他们的薪资，提升薪资就变成我们过去讲的这个问题，你提升薪资的物价变贵了，成本变高了，然后你的通膨又在往上了，所以这个变得恶性循环一直涨。所以在过去在唐朝，唐朝所面临到这个洛阳纸贵的问题，就是说洛阳纸贵是遇到洛阳还变比较贵，但是呢，事实上当时在唐朝为什么会败这么快？就是唐朝的通货膨胀实在太高了，它也是世界货币，但是它通货膨胀是没有办法去控制通货膨胀，加上唐朝连年用兵，加上它的藩镇割据，导致了一个大唐王朝世界独强的国家，到最后土崩瓦解，毁在自己人的手上。这个有没有觉得这个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变得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韩国它的自己的蔬菜成本、农产品已经变得是说，他们进口比买的还便宜。就去外面吃可能比自己煮还便宜，为什么？因为他们其他餐厅去进回来的料可能就不是他们的国产品，而是从中国其他地方所进口的。所以说韩国的外食现在外食率也是提高了，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外食是比较好的。有些地方你变成是说你只能吃员工餐厅，而且不会自己去外面吃餐厅，那么这就变成是说你民间消费也会变得比较辛苦一点。说日本跟韩国这两个已经报了很大很大的警讯，未来如果亚洲经济要崩溃，首先崩溃的是日本跟韩国。香港会不会？香港中国造了怕什么？台湾会不会？台湾会。我们接下来要讲到，剩下40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不知道能不能讲多少，好不好？我们大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告一个段落。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感谢借我酱，感谢借我酱，感谢借我酱赞助，感谢哈。赖清德跟阿扁会被关吗？不会啊，不会的了，他没事。乌通股票会不会变壁纸？不会了你要看产业，但是基本上是不会了，好吧？基本上是比较不会的事情嘛，好吗？30万根本没有少说，20万跟多少跟第一，这个我不是很懂这个意思，好吗？二战住在机场隔壁会不会受到波及？两岸战争啊，好不好？机场隔壁应该不会吧？那打军用机场，你打民用机场，你打跑道啊，你跑，比如说你住松山、住桃园，那没差啦，打跑道而已，你跑道打了，那飞不起来也没什么用，对不对？三弹开了只能起码跟油灯，不会这么严重啦。我跟你讲啦，这个按照推背图老师的估计啊，这个三战肯定是会有，但是你不会变成打回那个原始时代的，这不会的，好吗？女生物价高涨了，是高涨是没有错哈。大陆物价就会上涨吗？会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绝对会比其他国家来的少。这就是我们之前的什么？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一些趋势就很明白了，因为大陆还做了 RCEP， 还有 CPTPP， 还有各种一带一路的状况，就是为了串联到，主要是串联到什么？串到亚洲跟非洲国家，他们这个地方是中国的主力，好吗？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待开发的地区太多了，而他们有他们各自的资源，比如说在伊朗。沙特这两个国家给中国源源不断的能源，又有俄罗斯，对不对？那三个最大的油源管道都被中国拿到了，那中国的能源就是有保障的。像中国现在也是紧锣密鼓在盖这个核电厂，所以说你基础的工业、基础的粮食都确保在的时候啊，那你要涨的机会有，但是它不会太高，你一定会有输入性通膨，因为中国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包罗万象，它很多东西还是需要进口的，比如光刻机嘛，一定要进口，对不对？很多东西中国还是要进口，所以它一定会带动当地的物价，国内的物价战成的会有逐渐往上的趋势，但是它的幅度不会比欧美那么大，好吗？去过果篮工厂，地上一只蚂蚁跟苍蝇都没有，就知道有问题。来不及，我已经吃很多了。好，感谢奇门左将嘛。好，这个我会认真考虑。我们最后跟各位借一点时间了嘛，最后一个讲完，不然今天没讲完，到时候下礼拜我又忘记了，好不好？我把它讲完哈。最后我们讲两岸之间呢，两岸之间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第一个 A 克法以及这个中断的状况，可能会在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前，
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你等他上任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对中国来讲，你能运用的空间就变窄。所以在春节以后，可能这些东西就开始比较紧锣密鼓去做了。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他们虽然中国有新外长已经诞生，但是现任的外长还是王毅。他现在也到了埃及或在各个地方，他们不断的去斡旋这件事情，包含中美之间，他们也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磋商，也包含了芬太尼这件事情呢，也包含了就是说南海的问题啊，也包含了就是说你那个红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出点力啊，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美国跟中国他们需要商量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个就是说对美国有利的方法啊。讲白了嘛，美国跟任何人谈就需要对美国有利嘛。那当然也难免会谈到台海的问题，主要这个问题基本上他们两个在磋商的时候，对台湾都不会是好事，好吧？都不会是好事，因为美国人交易的筹码不多了啊，交易的筹码是不多了。各位要知道，很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两岸战争的状况之下，你首先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怕不怕美国的军队？好，是不是怕不怕美国军队？肯定是会有忌惮的，但是呢，实际上美国的军队已经不是无坚不摧了。我们在这个礼拜看到红海的美军的舰队是被这个激进组织是用导弹就是不是哈马斯，这另一个组织，突然忘记哪个组织了在那个红海那些反美的一些组织里面用导弹是击中了美国的军队。而美国却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把他们去做消灭或者反击，事后也没有立即派出大量的航空母舰去到红海，把他们试图把这些所有攻击美国的这些反叛军都不能算反叛军就是反美军的这些组织把一股荡平。各位你要注意到这件事情是什么？在红海美军被受到导弹攻击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这是极端重要的风向。这代表什么呢？这就像代表周天子进行了虚葛之战。各位，你虚葛之战是什么？就是让周天子被那个被郑国是射到自己的那一箭战败了，然后周天子战败那个战争。那个虚葛之战就是像美国这次在红海被打了，你只能撤走是一样的意思。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代表美国它是没有太多的能力直接像奔赴现场，然后用十面埋伏的绝对优势去把攻击他人全部剿灭。过去在911之后，美国是这样子去打这个宾拉登的，但是这次美国的军舰被打了，美国又是一个海权国家，但是他却没有立刻的派遣大量的军队，或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赶快组织开始备战，要不就开进红海来一决胜负。没有，这个事情就已经很明白的展现，美国它的应对战争的能力是已经被敲出了裂痕。所以说，在红海都可以吃瘪的美军，在台海的过程之中，那是更远更难打的地方，因为没有盟友，你靠日本是盟友没有什么作用。韩国也想说你不然你给我核武器，那美国也只能说你可以这么想，但是我办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状况就变得很严重。所以说，你说两岸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美军有没有让中国形成的威慑力？实际上，从红海状况来看，现在目前是没有的，没有真正的威慑力。中国要不要收台湾，只有代价要不要支付的问题，而没有是说打不打赢的问题，这个是很确定的事情。而代价支付会不会动摇中国的国本，也不会，只是他还没有去衡量好这个天秤，或是他这样子绝对的胜算跟绝对的优势在哪里，还没找到这个点而已。但是实力上，他吞并掉整个台湾，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我们不用讲这个 A 克法这个事情基本上就老师在2021年跟各位讲过这个故事，什么？你在康熙在收台湾的时候，就是采用了什么？采用了迁界禁海的模式，用这个廖启胜李光地还有李光地好像没有，廖启胜跟施琅他们的一个模式去把这个迁界禁海事情给搞定了。然后施琅再率海军舰队去攻占了什么？攻占了一个澎湖，然后呢，那个东宁王国投降。这个历史一定会往这个地方去走，各位不要去怀疑这件事情。金门跟马祖，不要看国际桥牌社演得很壮烈，实际上金马它能够抵抗的状况已经非常少了。为什么？它离中国近，但是呢，中国的战机难道不会飞越过金门马祖吗？难道他们看不到吗？看到又怎么样？金门马祖都有雷达站，老师以前在战地去服役的，我自愿去当那个金马奖，我是自愿的，因为我是马祖人嘛，马祖人第2代，我自愿回家乡去那个驻守，是不是？那个有雷达站的，我们是有雷达站的，对不对？军事机密我不能跟你讲在哪里这是军事机密，所以说你都会知道怎么样，我们还要写报告，知道怎么样，他就是从你的面前飞过去，你怎样？你不能怎么样朱载明不能怎么样。说金马的防御力基本上也是已经消失了。
过去东宁王国就已经想用厦门岛、金门岛，跟那个马祖岛还去做防卫，后来这个事情直接被东宁王国自己人否决，直接把主力撤回到台湾。他们认为这个台湾海峡这个泱泱大海可以拦住那个满清八旗的骏马跟那个弯弓骏马，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施琅舰队一来，他还是把澎湖的那个什么东宁王国的军队给收服了，直接的问你东宁王国要不要投降？东宁王国当然直接投降，然后郑家就直接投降了。所以说一样的事情，现在一样去重演。说台湾的经济未来是非常不看好的，因为我们仰赖对岸的经济实在太深到是说我们没有对岸我们就完蛋，这个很现实。这个有人讲说你不爱台湾，那跟爱不爱台湾是两回事。你没有中国，我们就所有产业就完蛋。没有，那所有产业都完蛋，会不会立刻完蛋？也不会。台湾人嘛会存款，但是那是指40岁以上的人有存款的概念，40岁以下的很多没有存款概念。你不要说20岁以上的了，40岁以下很多都没有存款概念了。我只要今天过明天，明天过后天，或是我只要能够让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我每个月的收入只要够还房贷，剩下我省一点用，甚至我负债去消费都可以，对不对？但是说现在整个模式是变了，加上你再新一代的你说20到30岁到40岁之间的，他可能房子买了，但是他第一个不见得卖得掉，第二个就是他利率，你新买的房子利率虽然不高，但是你的收入没有涨太多。到现在为止今年是2024年，我们回到2023年，我们去看整个就业市场的模式，你要找一个月薪48000块的，那叫做高薪。48000块台币叫高薪。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在台湾的朋友，我就说你在台北的朋友台北、台中、高雄都可以，你去一些大卖场，他们争个店长、争个店员，连锁的商店、连锁的一些餐饮店，不要讲餐饮店起薪很高，店长起薪多少？28000元，28000元是店长的起薪储备干部32000元，还真的到人。各位你要知道，这还真的到人。说你这么低的薪水，你怎么供应得起这么高的房价？你怎么供应得起越来越跌跌上升的物价？因为日本跟韩国所遇到的输入性通膨，台湾全部都能够承受。只是我们现在因为有 ECFA，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就业机会跟出口的产品，它是免关税，甚至是低关税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卖给这些阿六仔，我们可以卖给这些蠢大陆人，对不对？他们蠢的，他们就可以收进去了，是不是？那什么农产品啊，都可以收，对不对？都收了，他们笨蛋，真的是。但是哪一天 ECFA 现在已经开始紧缩了，未来一都紧缩了，我们都卖不掉，那一定会有人说很好，我留自己吃啊，成本这么高，你这样家养了怎么办？农渔民先死，工厂关闭了怎么办？工人怎么去哪里找生活？你想去工厂去加班当作业员都没得招，难道你去台积电上班吗？你也要够格，我去台积电上班有用吗？我连大门口都进不去，我应征他们守卫我可能不会上，对不对？我陈老师我去当守卫都不够格。那其他人怎么办？所以台湾未来经济是非常非常的差，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注意到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两岸会统一。第一个上你一定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特朗普他如果他声势很好，他可以再重新掌握白宫，那台湾完蛋了，这个没有争议，台湾就完蛋了。因为特朗普不想再介入任何战争，包含了他现在的状况，现在的美国比他4年前还要穷，因为拜登总统花了很多钱去大撒币，去撒更多钱去补学贷什么东西的。希望能够把那个百姓的压力降低增加他们的生存的空间，这个也是个德政。但是实际上他其他乱花钱的地方也是很多。那你的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健保的黑洞，还有他们的这些学贷的黑洞怎么办呢？那还有就是说你战争的一些黑洞怎么办呢？他先会停止，一定停止就是乌克兰战场。第二个，他不会去介入台海之战，因为一旦介入他就完蛋，他也知道他不可能去介入，所以特朗普一上来，台湾就差不多完蛋了。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邦交国再少，台湾也完蛋了。各位一直觉得是说我们对那些小穷的国家没有邦交国就算了，这个真是愚蠢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是联合国的成员，所以说当我们受到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证明我们是一个国家。懂老师的意思吗？联合国的成员他是跟我们有邦交，哪怕他是一个人口可能只有30万人的一个小国家，但是人家是联合国的成员，所以他可以说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进行侵犯。他可以讲，但是有没有是一回事。但是有人承认我们是国家，
那国际就有舆论。当我们的邦交国一个一个减少的时候，那么代表是说没有人承认是我们是国家，没有人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合法的国家跟政权的时候，那我们被消灭的时候，那跟纳卡共和国是一样的结果。是没有人可以伸出援手，也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就像没有人去对缅甸伸出援手是一样的意思。谈判就一直打来打去，谁去搞定他了？是中国，因为他们两个谁赢了对中国都不好，也没有人想输，也没人想要放弃。到这个地方，大家停利停损，我们就这样僵持着。美国现在缅甸大概是一分为三的国家，名义上是缅甸这个整体的国家，实际上里面分了3块到4块。因为都是你是缅甸人，但是你是那个邦的，那个邦是那个地方自治的，没有用，没有人去帮助他。当你台湾如果中华民国如果没有这些邦交国，没有那些黑人国家，没有这些穷又小又穷的国家，还偏偏跟我们勒索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个国家，因为没有人认知我们的存在的时候，那我们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贵东老师的意思吧？说邦交国的消灭，那代表我们的国运走向灭亡的一个上中，这个是很客观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各位了解老师的意思吗？特朗普跟邦交国这2个东西减少，必然就是很明显的，这是完蛋了。那第3个就是 ECFA 完全终止，有能力的人你就可以开始离开了。啊，这个老师说我会跟中华民国共存亡嘛，但是我没钱，我离不开嘛。有钱的人你可以打算 ECFA 一旦终止，你就可以先离开了。因为这台湾未来的经济的损耗啊，你可能不会受到战火的抨击，但是你会受到社会的动乱所造成的很大的影响。因为底层的人他会变更难过，中产的人会变成小康，小康人会变成次贫，次贫的人就会亡命之徒，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当你发现 ECFA 停的时候，全停的时候，有能力的人你可以离开了，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这不是说叫你爱国不爱国，你先能够爱自己、爱家人，你再跟我讲爱国的事情，这就很明白的事情。那当然，最后一个是最明显的是什么？美国撤侨，那不用想，第一时间你你还能够买得到机票的，你就离开吧。那对台湾房地产怎么样？摆着嘛，它房子又不会爆炸，是吧？人家不会打民宅，那没什么事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在今年来讲，它肯定是一个混乱之年。我们讲的2023年是一个征战之年，2024年就是个天灾人祸天灾地变人祸都会有的一个年份。不要对2024年抱有太好的幻想，尤其我们下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交立春了，各位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混乱会在我们过年期间可能就有一点了，过年之后会越来越混乱，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好吗？好，跟大家多借了11分钟的时间了，不好意思哈，跟大家多借11分钟时间，真的是不好意思哈。因为不讲完好像不行。好，看有什么问题啊？美国有种没有摇不到人美国摇不到人，是就摇不到。东引不是哈，我不在东引当兵的哈，我不在东引，我不能跟你讲因为我们的指挥部我不能去讲。那个第4级密了，好吧，我不在东引，至少我不在东引。50万人民币存款已经很比我富有了很多了，好吧？新台币人民币1:1统一不可能，因为基本上你要考虑到台湾中华民国，我们不要讲台湾，中华民国的外债，那是必须有哪天统一之后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概括承受，所以它的币值是不会混乱的，好吧？币值跟汇率是不会混乱的。就像香港它现在是完全接管，政治跟经济都是一样。香港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接管，它的汇率会不会变？没给你在变的。挂钩就是挂钩，美国也不敢把它放掉。他说跟港币跟美元挂钩，他也不敢把它放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金钱的挂钩实在太大了。那台湾也有外债，那台湾的所有的中华民国的外债全部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承受之后，那么他要处理的就是很多的经济上的问题，他立刻能够接上线。当时哪天统一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很多的官员还是当地人的。还是有什么很多当地人你可能在幕后的操盘手可能就是这边派过来的高干，但实际上台面上的领导人大概都还是我们台湾本地人不要说什么台中人、台港人，不要去讲。比如说你看我们赖清德总统，高雄市台南市长，人家万里人对不对？那不要说哪里人，就是台湾人还在台面上领导机会是比较高，好吗？1:3赞同意吗？这暂时不是很重要的。南竿怎么没有？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讲什么鬼。
好，那不好意思跟大家多借了13分钟的时间。那下一周老师的更新的东西啊，是本来应该先录好，但是一直抓不进。哦，是要先讲奇门局，还是先讲点灯的概念？哦，因为我老师这边灯点完了啦，只剩下金英老师那边在出事，还可以大家不去补点，还没点的可以找金老师补点。那就是下周三是不是应该先讲这个开门？因为老师会选的时间呢，大概就是农历新年的那段时间呢，我们怎么样去吸收靠我们奇门遁甲的力量去吸收方位的能量？那我们这个2024年岁是甲辰年了，我们开局就先补充一点能量，不要说用完再补充嘛，我们开局我们就先补充一点，用靠奇门的力量来收回来啊。这个是当然是免费跟各位去讲的，但是也没办法常跟各位讲，因为这个是专业啊，这个是有德者居之，好吧？能够听到人，都是你的福气。那再来，很多人要去问的啊，各老师2分钟的时间。个人在问了，就是我们去年的福禄图，就是你压制太岁的那张图，什么时候可以取消掉？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处理掉？现在就可以处理了哈，因为下礼拜下最后7天的时间嘛，你有空，如果你觉得是说啊放那边太久了，那你就在画金子的时候把它画掉，或是单独的把它画掉哈，尽量不要用碎纸机了，好吧？也不要丢垃圾桶了，你就拿打火机把它画掉一下，好吧？给他一个尊重，他守护你们家1年了，对不对？你这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你跟他。感谢他一下，然后就把它划掉，好吧？那个是老师请来的，哦，那个是有它的作用在，哦，这个是真的是有它的作用在，好吗？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新的图什么时候出来呢？金玲老师他快回来了啊！我已经跟各位，我已经设计好这个图了，但是主要把它实现化哦，还有它大小的调整哦，那靠金玲老师，因为他是 AI 的天才，我们这个图要用 AI 来产生，那自己画不好看，我们当然画好看一点嘛，对不对？我们金玲老师回来之后啊，我的图已经设计出来了。那个图啊摆上去之后啊，至少三煞的部分啊，可以给各位很好的一个怎么样，把它抚平一点的力量，好吧？这都是老师有跟各位去准备，说下周啊，金老师回来之后，我再好好的跟大家去讨论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吗？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下周更新什么，老师再想一想。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立春见。